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下，大家在买定期存款 CD 的时候，比较容易犯的几个错误，一个不小心呢，就容易亏钱。先放一个免责声明，视频中所有内容都是我个人经验与观点的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大家投资需根据自己的判断，然后自负盈亏。第一个容易犯的错误呢，就是买亏了。如果说你把钱直接放到支票账户，那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零，放多久都没有利息。那如果说你是直接连到储蓄账户，就是 saving account 的话，那在美国呢比较受欢迎的两个银行，一个是美国银行 Bank America， 一个是 Chase。如果你直接把钱放到他们的 saving 里面，不做其他任何动作，那你的利息也是非常低的，0.03%、0.01%这样子。美国目前的基准利率呢是在4.75%左右，所以我们定期存款存在银行当中，我们当然希望会有一个是在基准利率或者在以上水平的一个收益。那怎么样找到这些比较高收益的定存产品呢？第一个方法呢，就直接去银行问。那你到了银行的网点，问他们，我现在想要定存，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几个利率高一些的定存？那通常呢，银行的工作人员会给你介绍一些利率还不错的定存。比如说美国银行的话，那它目前的一些定存呢，有比如说7个月到37个月的，那利率呢是0.05%到4.35%不等。那具体的你需要问他的工作人员，然后这个利率变化呢，基本上他们每周都会变。还有比如说是 Wells Fargo， 那它的定存呢，如果你去问他的话，它可能在4%、4.25%这样子。还有方法呢，就是你在券商这边直接来购买定存 CD。 这个呢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自己选。比如说我还是以 Fidelity 做举例，但是任何券商都可以啊，只要它有定存 CD 的产品，然后我们去查一下，到 News Research 里面找定存的这些产品看一下。出来了，我们看这边现在 CD 就是定存嘛，它3个月的利率呢是在 4.55%， 那越是往后的话，它基本上目前的利率是在 4.3% 左右。那这里面点开呢，也有非常多的银行可以选。我随便点开一个3个月的，你可以看到它目前的利率呢在 4.55%， 有一些，因为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有 FDIC 保险的，所以说你也不用太担心它银行的大小规模等等，那你直接看利率比较高的顶级购买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看我的视频，我时不时也会介绍一些利率比较高的银行，比如说我上次提到的这个巴克莱银行，它的话呢6个月的话，定存目前也给到 5% 的利率。当然这一类的银行呢，就要求你去他们的银行网站上开户，不是特别的方便。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呢，就是一笔订单存得好好的，结果呢被银行收回去了。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你当初存的定存就是可赎回的定存存单，那英文叫做 callable CD。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是银行当初在设计这个定存存单的时候呢，它是说我给你比市场上高个比如说 0.1% 的利息，但是呢我有权利在一定的期限内把这笔订单收回来。那这个期限呢，通常是3个月一次，或者6个月或者1年一次。那它通常会在利率下降的时候，就是这个银行可以在市场上以更便宜的价格借钱的时候呢，就把你这笔订单收回来了。在收回之前的这段时间，它的利息就照常给你，收回了之后呢，你们这笔存单就自动取消了，你的钱就自动退回给你了。但是这有个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当它收回的时候，基本上那市场上的利率已经比当初要低非常多了，那你的钱就只能去以一个比较低的利率再存一笔新的订单了。那如果说你这笔钱本来是说计划2年之后用的话，它1年就把它收回去了，还有1年你就以市场上比如说低1%个点的利息然后继续存。那怎么看你这笔订单是不是可赎回的呢？那如果你在券商这边买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 call protected。 那如果有，就是赎回保护，如果这边写 yes 的话，就是说它会赎回保护你，银行不能召回啊。那这个时候你就比较可以放心一点。但是比如说我看一个1年期的定存，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可
可以看到吗？前面几笔订单，比如说是 Chase 的或者是那个Bank National 的，他们这些 Call Protect 都是写 No， 也就是说这些存单，如果你存的话，它虽然说你看其他银行有赎回保护，它只给你4%的利率，对不对？这些没有赎回保护，它给你最高4.3%的利率，多个0.3%的利率，但是呢，它随时有权利把这笔订单取消。我们点进去看一下详情啊。可以看到这边是 Call Protection， 就是赎回保护写 No 的话，它这边就会有一个时间表，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Schedule 时间表，也就是说现在是2024年10月7号，对不对？那它到2025年4月17号的时候呢，它可以把它召回，它不是说随时随地召回，它有特定的召回的窗口期，也就是说在2025年4月17号之后，每个月它都有权利在17号这天来召回。那你不想你的定存单子被召回的话呢，你可以选下面这些，就是不能赎回的定存单子。虽然说它的利率会低一些，但是呢，就是它在这个期限当中，比如说这个1年的期限当中，银行是不能召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买定存之前，可能最主要的考虑当然是收益利率高的，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考虑今后的一个利率变化，特别是现在各国的政府它都在一个降息的过程当中。那美国这边呢，它已经进入到降息阶段了。那9月18号的时候，它降息了0.5%。那从原来的5.5%左右的利率呢，现在降到4.75%到5%之间。那之后呢，随着时间的进程，今年年底的时候会再降一些，到明年的时候还会再降1%，这些都是美联储官员目前的对于降息的一个预期。那真正到时候它是不是会降这么多呢？可能也不一定。但是呢，对于你比如说2年之内要用的钱的话，那你可以参照一下这个表，想一想，就是我是不是要趁着现在4点多利率的时候，存的时间久一点，那免得过了1年利率下降了，那时候只能存3点多的利率了。那我们在存定存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就是罚金。那基本上我们个人会遇到罚金的状况，也就是我们提前取钱了。那本来想存2年的，结果临时要用钱了，把钱取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觉银行会要取一部分你的利息作为罚金。那一般呢，就是你存的期限不同，它的罚金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银行呢，它收的罚金也基本上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在买定存的时候，除了看到上面大大的写着有多少利率，然后还要往下面看一看。你看，就是说你看这边 early withdrawal penalty， 就是如果你提早取的话会有罚金的。我们点开来这边，他就说，你看这边他说，如果你存的时间是小于90天的话呢，他收你1个月的罚金，1个月的利息当做罚金。那你3到12个月的存款期限的话呢，基本上就是3个月的利息作为罚金。超过12个月的话呢，12个月到2年，就1到2年的话呢，收6个月的利息。那如果你超过2年的话呢，哇，他可能会收你1年的利息作为罚金，所以这个还是挺多的。那不同银行是有不同的罚金收取的额度，那你存之前呢，最好把这个研究一下，看一看，或者说你是把钱分几笔来存，不要就是一笔一口气存一个时间久的，这样你的流动性就差了很多。下一个呢，就是你存太多了，怎么回事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在美国你存的话，存定存也好，放在银行里面也好，你的现金类产品一般都是有 FDIC 保险的，但是它有额度的，它是一个人在一家银行，它是25万美元的额度。也就是说，你即便在一个银行里面开了5、6、7、8个账户，但是你所有的账户加起来的钱，它只保你25万美元。那你如果说超出25万呢，如果这个银行倒闭了它就不赔了。但是呢，你可以分几个银行，比如说你有100万，那你可以分4个银行，每个银行25万，这样子呢，就是都会在 FDIC 的保险范围之内了。还有一个比较常发生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存单到期了，但是我们忘了
忘了继续存它了，那你每放1个月或者3个月，你就损失这部分的利息。这种情况比较常会发生在就是我们当初找了一个比较高的利率，跑到一个网上银行去存了。那比如说现在外面市场上利息都是4.3左右，这家银行给了5%的利率，那很开心的我们去开户去存了。但是过了6个月之后呢，我们把它忘了，然后钱在里面放了1年都没记起来，那这个损失就有点多了，反而不合算。那我们呢也可以采取一些动作来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那一个呢就是你把它记下来，弄个账本，家里面有多少钱存在哪家银行，什么时候存的，什么时候到期，都把它记下来。还有呢就是你就集中在几家你熟悉的银行，利率虽然可能上下波动差个1点，不要忘了续存的话，长时间来看反而是赚的。还有个方法呢，你就直接在券商这边买，到期的它会自动回到你的券商账户，怎么多出一笔钱，就知道说是有定存到期了，那把它再去购买一个市场上目前利率比较高的定存就可以了。下一个呢，就是没有考虑到一个整体的回报率。我们先考虑一下我们有没有债务如果说你现在还欠着一些车贷房贷，甚至于说这些贷款的利率比你目前这笔钱去买定存的利率要高，那是不是考虑先把这些欠款给还了？不要这边是赚个4%点多的利率，那边给出去的利率是5%点多，甚至一些信用卡的利率会高到10几、20几，那就很亏了。我们就先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债务。还有一个当然就看一下市场上目前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机会。定存当然是一个保本的非常安全的投资，那当然同样保本的呢还有比如说一些债券，不管是国债或者市政债等等的，你持有到期的话它也是保本的还有货币市场基金，它的风险也非常少基本上是保本的，它的利率呢目前也是有4.6左右。还有一个当然它不是保本的，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呢，它的收益不错，就是一些比较长期的投资，比如说指数投资怎么样，那你小部分的钱说比如说我想要高一点收益的话，那也可以考虑一些长期的投资。好，今天呢就讲了一些定存的时候会犯的一些小错误。虽然说定存非常安全，也是保本的，但是如果就是你犯了其中一个或者几个错误的话呢，那钱上面也是会有些损失的。所以说我们在买之前呢，先比一下价格，然后看一下你买的这个定存的存单是不是会被银行召回。那根据目前美联储利率的一个变化呢，你的美元定存产品，你看一下你该怎么样合理的配置一下时间。那还有看一下你自己最近要用钱的一个流动性不要就是发生提前取款的状况，不然的话罚金还是蛮多的。那当然了，就是如果钱比较多的话，都想要放到定存，你看一下 FDIC 就是25万一个银行的额度。还有呢，就是不要忘了续存的问题。最后就是考虑一下你的投资回报率，是不是有些债务的利率会比较高，需要还掉，或者同类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投资机会。好，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和支持。有问题呢给我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